各位会点生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周子安。今天啊，咱们得坐下来，好好聊一个跟咱们每个人口袋里那部手机都息息相关，但又特别容易被忽视的大事儿。这事儿要是不注意，轻则破财，重则连累亲朋好友，伤感情又伤心。我说的就是您手机上那个小小的蓝色的蓝牙图标。您先别急着说，我知道。耐心听子安讲完下面这两个真实的让人心头发紧的故事，您再摸摸自己的手机，看看那蓝牙是不是还亮着。接下来如果您觉得我说的对您有所帮助，也恳请您帮个忙，请一定给会点生活点个订阅，按一下旁边的小铃铛。您的每一次支持都是周子安继续为大家搜寻这些保命锦囊的最大动力。也欢迎大家在下头留言，咱们一起交流，图个平安。好，我们下面跟您进入正题。头一个事儿是发生在咱们身边一位老阿姨身上的。这位阿姨呀，那天像往常一样坐捷运出门，车厢里人多，她就低头摆弄手机，想看看孙子昨天发来的照片。突然之间，什么事都没做，手机屏幕上砰一下就跳出来一张图，那图啊，简直是没法看，污秽不堪，恶心极了。图上还印着个大大的二维码，阿姨的脸刷一下就红了，又羞又怕，手忙脚乱的想赶紧把这脏东西关掉，可邪了门了，这图片怎么滑都滑不掉，那个关闭的按钮像是假的一样。这还没完，紧接着手机就像发了疯似的，一个窗口接一个窗口的弹出来，全是花花绿绿的广告，上面写着大字警告，您的手机已中毒，严重漏洞，立即修复。下面呢就引导着要点击这里，填写那里，最后还要输入银行卡号和密码来验证身份，解除风险。这位阿姨哪儿见过这种阵势啊？平时手机出个小问题都得儿女帮忙看看，这下她真以为是自己不小心把手机弄坏了，心里又惦记着手机里存着的那么多宝贝照片，一着急一慌神，就跟着弹窗上的指示一步一步把自己的手机号还有刚刚收到的一条短信验证码全都输了进去。结果怎么样？捷运还没到站呢，手机短信提示音就响了，拿起来一看，是银行发来的扣款通知，说他的账户消费了5000块钱，买的是什么游戏点数。阿姨当时腿一软，差点没站住，赶紧打电话给儿子。儿子后来一查才弄明白，阿姨这是在捷运上遇到了专门撒网的骗子。这些坏人啊，就专挑捷运、公交这种人多拥挤的地方，盯着那些蓝牙开着，而且隔空投送，功能设置为对所有人开放的手机。他们就像电子世界的扒手，通过蓝牙这个通道，把那些诈骗图片、恶意链接隔空投送到你的手机上。只要你一时好奇点开了，或者手一滑点错了，再或者像这位阿姨一样被吓住了，顺着他们的套路一通操作，您辛辛苦苦攒下的钱眨眼就进了骗子的口袋。后来阿姨跟儿女哭诉，我这一把年纪了，老老实实坐个车，还能遇上这种流氓手段，脸都丢光了。朋友们，这哪里是阿姨的错啊？这错就错在很多像咱们一样的朋友不知道，手机上那个小小的蓝色开关，如果没管好，就成了坏人溜进咱们家门的通道。如果说刚才那位阿姨的遭遇还算是破财，企图免灾，那接下来我要说的张伯伯遇到的事儿，可就是真正的隐形大盗，偷走的不仅仅是钱，更是您活了大半辈子的人情和信任。张伯伯是做生意的，现在虽然退下来了，但手机里存的都是多年积累的客户电话、老朋友的联系方式，还有一些重要的商业往来信息，那都是他事业的记忆。他用的是安卓手机，因为习惯开车时用蓝牙耳机接电话，图个方便，他的蓝牙啊，那是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从来就没关过，那个蓝色的小图标常年亮着。有一天，张伯伯去一家咖啡厅等老朋友，到得早了，就坐在角落，戴着蓝牙耳机听听戏曲新闻。咖啡厅里人来人往，挺热闹的。在他旁边不远的一张桌子，坐着一个戴着鸭舌帽的年轻人，抱着台笔记本电脑，在那儿噼里啪啦的打字。张伯伯瞧见了，心里还想，现在的年轻人真是勤奋，走到哪儿都忙工作。可他万万想不到，这个勤奋的年轻人
根本不是在处理公文，他电脑上运行着特殊的黑客软件，正在像雷达一样无声无息地扫描整个咖啡厅里所有打开了蓝牙信号的手机。因为张伯伯的手机蓝牙一直开着，而且他用的手机系统版本比较老，有些安全补丁没及时更新，存在漏洞。很快，那台电脑就牢牢咬住了张伯伯手机的蓝牙信号。下面这个过程，您听仔细了，非常可怕。这个年轻人，他根本不需要张伯伯掏出手机，更不需要张伯伯在手机上点击任何同意或接受的按钮。他的黑客软件能够伪装成一个张伯伯的手机曾经连接过，并且默认信任的设备，比如伪装成张伯伯汽车里的那个蓝牙音响。对于这个老朋友，张伯伯的手机毫无戒备，没有任何提示，就自动完成了连接。就在连接成功的那一瞬间，咖啡厅里依旧放着舒缓的音乐，张伯伯还在闭目养神，可他手机里的数据已经开始像水一样哗哗地流向陌生人的电脑。通讯录里几百个姓名电话，多年的短信记录，甚至相册里那些舍不得删的家庭合影，全部被偷走了。张伯伯对此一无所知，直到第二天，他的手机开始接到各种莫名其妙的电话，有的自称是他几十年没见的老同学，说遇到急事要借钱，有的说是他的老客户，言辞激烈的指责货款出了大问题。张伯伯被搞得一头雾水，心烦意乱，最后还是一个相交几十年的铁哥们，一个电话打过来，开口就骂：老张，你搞什么名堂？昨天发短信说住院急用钱，我赶紧给你汇过去了，你怎么连个回信都没有？电话也打不通。张伯伯这才惊觉出大事了，他的通讯录全泄露了，骗子正冒充他的身份，利用他积攒了一辈子的信誉和人缘，向他的亲朋好友下手行骗。这就是防不胜防的蓝牙劫持攻击。坏人利用蓝牙协议和安全意识上的漏洞，在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当面对您进行盗窃。而这一切发生的前提，仅仅就是因为您手机上那个蓝色的蓝牙图标一直亮着，像个不设防的灯塔，告诉黑暗里的船只，我在这里，我很脆弱。听完子安讲的这两个故事，您是不是觉得后背有点发凉？是不是下意识的想拿起手机，看看那个蓝牙关了没有？先别急，更关键的内容还在后头。因为据子安观察和了解，恐怕有 90% 的朋友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关掉蓝牙。您可能会说，子安，你别吓唬人，这个谁不会啊？我不就是从手机屏幕顶上往下这么一拉，或者从底下往上一滑，拉出那个有好多开关的控制中心，找到那个蓝色的 B 字图标，点一下，让它变成灰色或者白色，不就关了吗？错了，我的各位朋友们，大错特错，大家一定要把耳朵竖起来，听子安把这个最关键的道理讲透。现在市面上绝大多数的智能手机，不管是苹果还是各种品牌的安卓机，为了追求所谓的用户体验，为了方便您下一次能快速连接上蓝牙耳机或者音箱，当您仅仅从控制中心进行快捷关闭操作时，手机系统并没有真正的彻底的切断蓝牙硬件的电源，它只是暂时断开了当前正在进行的连接，而手机里的蓝牙芯片依然在后台默默地工作着，它还在不断地搜寻周围有没有可以连接的设备，它还在持续地对外发射着我在这里可以来连接的无线电信号。这好比什么呢？就好比您家的防盗门，您出门的时候只是随手把门带上了，听着咔嗒一声，以为锁了，但实际上您根本没拧反锁的旋钮，也没用钥匙锁死，这门啊只是虚掩着，外面刮一阵大风，或者有个有心人轻轻一推一撞，门就开了，家里的情况一览无余，贵重物品任人取用。您说这多危险呢？那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把这扇数字之门真正关紧，甚至像您说的焊死呢？周子安现在就来手把手的一步一步教给大家，请您现在就拿出自己的手机，咱们一起操作一遍，确保万无一失。首先咱们要找到手机桌面上的那个齿轮形状的图标，对，就是设置。这个图标是所有手机都有的，不管新款旧款。您点开它，点进去之后，在设置菜单里，通常在最上面那几行，您就能清晰地看到蓝牙这两个字。
点蓝牙，这一行就进入了蓝牙的详细设置界面。在这里，您会看到一个总的开关按钮。如果这个开关的滑块是在右边，并且显示是绿色或者蓝色的，那就说明您的蓝牙正处于完全打开的状态。您要做的就是用自己的手指把这个开关向左边滑动，把它关掉。当您在这里关掉之后，您再拉出手机的控制中心看看，那个蓝牙图标不仅仅是变成灰色，它的图标上可能还会多出一条斜杠，或者在旁边显示已关闭、未连接等字样，这才是真正的彻底的关门上锁状态。只有通过设置菜单这样操作，才是真正给蓝牙芯片断了电，它才停止了所有的工作和信号发射。这个时候，就算是最厉害的黑客，拿着最专业的设备坐在您对面，他的电脑屏幕上也根本扫描不到您手机的半点信号，因为在那个看不见摸不着的无线电波世界里，您的手机已经完美的隐身了。所以周子安在这里要强烈的、反复的建议大家，尤其是咱们中老年朋友，一定要养成一个至关重要的好习惯。只要您当下没有正在使用蓝牙耳机听歌、打电话，没有正在用蓝牙向别人传输文件，或者连接智能手环、汽车音响，就请您务必立刻马上到手机的设置里面找到蓝牙，把这个总开关关得死死的。特别是在以下几种场合，咱们的警惕性要提到最高，出门前就要检查好。第一个就是像捷运、公交车、火车车厢这种人挤人、身体接触多、环境嘈杂的地方，这是骗子们最喜欢下钩的黄金场所。因为人多信号杂乱，大家都低头看手机，精神放松，最容易得手。第二个是商场、咖啡馆、机场休息室这些提供免费 WiFi 的公共区域，很多不法分子会像钓鱼一样，点一杯咖啡一坐就是半天，一边蹭着网，一边开着设备扫描周围所有人的蓝牙信号，守株待兔。第三个就是大型集会，比如演唱会、年货集市、旅游景点的广场，人流量巨大，也是数据窃取和诈骗信息传播的高发区。咱们去这些地方一定要提前把蓝牙彻底关好，不给坏人任何可乘之机。当然啦，咱们话也得说回来，不能因为怕噎着就不吃饭。蓝牙这个技术发明出来，肯定有它巨大的用处和便利性。肯定有朋友要问了，子安，你这话说的，那我平时要用无线耳机听戏怎么办？我女儿给我买的智能手表，它能测心率计步数，不连蓝牙不行啊。我开车要用蓝牙连接车载系统听导航，这也不能关啊。您问的对，这些时候蓝牙当然要开。周子安的建议是，咱们要树立一个即用即开、用完即关的原则，这就跟咱们现实生活中的家门是一个道理。您要出门买菜，或者有客人来访，当然需要打开门，但是当您进屋之后，或者晚上睡觉之前，您是不是会自然而然的反手就把门锁好，还要检查一下锁牢没有？您肯定不会因为觉得一会儿还要出去麻烦，就让家门一天24小时都大敞着吧。管理手机蓝牙也是同样的道理，要用的时候咱们从设置里打开，用完了，事情办妥了，就立刻再回到设置里，把它彻底关掉。养成这个习惯，刚开始可能会觉得有点麻烦，但时间长了就成了一个自然的动作，就像出门检查钥匙钱包一样。而且除了这个总开关的习惯，咱们在使用蓝牙的过程中还有几个小细节注意到了，就能给自己的手机安全再多加上几把锁。第一，把您手机的蓝牙设备名称改一改。很多朋友的手机蓝牙名称是默认的，比如叉叉叉的 iPhone、小米手机，有的甚至因为注册账号时用了真名，直接显示的就是您的本名。这无异于在黑暗中举着一个写着自己名字的灯牌，告诉潜在的坏人我是谁。您可以把它改成只有自己家人懂的昵称，或者干脆改成一串没什么意义的数字字母组合，增加一点迷惑性。第二，仔细找找您手机蓝牙设置里有没有设备可见性、开放检测或者隔空投送这样的选项。如果有，一定要把它设置为仅限联系人或者关闭，千万不要设置成所有人或对所有人开放。特别是那个隔空投送或者文件共享功能，如果在某些场合必须使用，
用完一定要记得立刻关闭接收，最好设置为仅接收10分钟。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一条，如果您的手机突然莫名其妙地弹出一个配对请求，或者一个接收文件的请求，而您此刻明明没有再连接任何新设备，那么请千万记住，哪怕您有1万个好奇心，也一定要给我死死地忍住，坚决的、毫不犹豫地点拒绝或取消，绝对不要点接受或确定，更不要在任何突如其来的弹窗里输入任何密码、验证码。说到这儿，可能有些年轻些的朋友，或者觉得自己对手机很在行的朋友会想，子安，你是不是有点危言耸听了？现在手机系统都很先进了，安全防护做得不错，哪有那么多黑客整天盯着我们普通人？朋友们，请允许周子安说句实在话，安全这件事永远是相对的，没有绝对。技术在一天天进步，黑客和不法分子的手段也在一天天升级换代。咱们中老年朋友对于智能手机和这些数码产品的了解程度、操作熟练度，普遍来说不如年轻人。咱们的记忆力、反应速度也可能慢一些。一旦真的遇到了那种精心设计的、突如其来的诈骗界面或攻击，很容易因为瞬间的慌张、害怕把事情弄坏而做出错误的判断和操作。更重要的是，咱们这个年纪的人，手机里存的东西那分量太重了，那里可能有咱们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钱、看病钱的支付通道，有咱们和儿女孙辈几十年来的珍贵合影，那是多少钱都买不回来的记忆，有咱们从青年时代积累至今的老同事、老朋友、老同学的联系方式，那是咱们的社会关系和精神财富。如果这些信息因为一个没关掉的蓝牙而被盗、被泄露、被利用，那造成的损失就远不是几千几万块钱那么简单了，那会是精神上的沉重打击，是对人际信任的严重伤害，是会让人心疼、后悔好几年的憾事。所以，我的各位老朋友，哪怕只是为了求一个心安，为了晚上能睡个踏实觉，咱们也千万别怕这一点点麻烦。咱们可以把检查蓝牙融入每天的生活习惯里，每天早晨出门前检查一下家里的门窗、煤气、水电，同时也顺手拿起手机，点开设置，确认一下蓝牙开关是不是关死的。晚上临睡觉前再检查一遍家门，然后也看看手机，确保蓝牙是关闭状态。久而久之，这就跟咱们饭前洗手、睡前刷牙一样，成了一个自然而又重要的健康习惯。这个习惯保护的不只是您手机里那些冷冰冰的数据，更是保护您的财产安全，保护您和家人之间珍贵的数字记忆，保护您作为一个长者，在这个越来越复杂的数字时代里，那份应有的从容和尊严。咱们绝不能让自己心爱的手机变成坏人隔空取物的提款机，也绝不能让自己对亲朋好友的信任和善意被骗子当作行凶的工具。周子安今天絮絮叨叨讲了这么多，最想提醒您一件事，出门在外，请务必到手机设置里把蓝牙彻底关掉。若您觉得今天的内容有一点点用，若您觉得这提醒能帮到自己或亲友，子安恳请您动动手指，把它转发出去，转给老伴，让他记得关蓝牙，省电又安全。转到姐妹群、老友群，提醒大家出门先关严实，防住乱七八糟的弹窗。转到家庭群，也让儿女知道爸妈会保护自己了，你们在外更要当心。您的一次随手转发，或许就能帮人远离陌生蓝牙的陷阱，甚至拦住一场诈骗，保住一家血汗钱。这里是汇点生活，我是周子安。我们没有高深理论，只愿用最接地气的话，把影响中老年生活安全、健康的知识掰开揉碎讲给您听，只讲干货，只解难题。如果您还有别的困扰，手机卡顿、字体太小、可疑电话短信怎么变，都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会仔细看大家关心什么，下期我们就聊什么。让我们一起做智能时代里既时髦又安全的聪明老宝贝。最后提醒，还没订阅的朋友，请点击下方红色订阅按钮，旁边的小铃铛也设为全部通知，这样我更新内容您就不会错过。现在就请您拿起手机，点开设置，确认蓝牙已关闭，然后再安心喝茶散步。祝大家身体健康，手机安全，日子和美舒心。咱们下期再见。